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些实用的饺子包法。第一种最简单的包法，对折然后捏起来，小朋友学习包饺子的入门方法。下面的包法跟这个差不多，对折然后捏起来，食指和大拇指捏出一个花边。两个方法太像了，就算一个包法吧。第二种包法也是前面的一个变形，对折捏好后呢，把两头合起来，有点像馄饨的包法。第三种是最常见的家庭包法，是不是很多人学过这个方法？包好的饺子可以做起来，前面那个只能平放。第四种包法比第三种包法多了一个步骤，前面都一样，然后中间转过来，后面也完全一样，包出来就是一个 S 形状的饺子。第五个方法很简单啊，中间合起，右边捏一下，左边捏一下，左右两边各一个折子，跟家庭包法非常相似。我们在这个饺子的基础上两边各加2个折子，就是我们的第6种包法。第7种是我们水煎包的包法，非常秀气的饺子。第8种是最快的包饺子方法，拇指一合，中间一挤就包好了，而且馅儿也可以包得很多。前面这些饺子呢，可以水煮做水饺，接下来的饺子呢，适合做蒸饺。第9种，小时候经常吃的糖三角。3个指头先把边折上来，调整边长，找到中心之后呢，把各边捏起来。熟练之后呢，怎么捏都可以。包好之后，3个边一样长，非常对称。捏了3个边的饺子，顺便就捏个4边的吧。方法一样，找到中心，然后固定。这是第10种。第11种包法是糖三角的一个变形。找到中心之后呢，把中间捏起来，然后把相邻的2个边捏起来。上面出现了3个圆形的口袋，刚好你可以放各种颜色的蔬菜。目前为止呢，都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包法，后面的包法折子比较多。第12种包法是柳叶包，我用这个包法做过牛肉包子，左扭一下，右扭一下就包起来了。第13种包法，刚开始的时候用包包子的手法，快要包好的时候呢，停下来，然后把剩下的面皮合到一起，封口，包出来有点像虾饺的形状。这个包法呢，面皮要薄一点。
第14种包法，皮合起，只在一边打折子。这个饺子折子打出来是平行的。这个饺子可以侧着放在锅里做煎饺，非常好看。后面2个包法呢，可以用来做炸饺子。第15种包法实际上是韭菜盒子的缩小版，饺子皮擀成椭圆形，先把角捏进去，然后出现了一个边儿，用大拇指指甲盖把这个边顶起来，然后捏死，重复操作。第16种包法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包法，跟前面非常相似，用2张面皮包一个圆形，然后打褶子。包这个圆形的太阳饺子呢，我会用小一点的面皮。16种饺子就包好了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一个是最简单完全没有褶子的包法，然后是它的2个变形。第3种是家庭包法，可以做起来的饺子，然后是它的一个变形 S 形状的饺子。接下来是2边各1个褶子的饺子，在这个饺子基础上呢，包出6个褶子的饺子，还有比较秀气的水煎包包法和最快速的元宝饺子。糖三角，儿时的回忆，多一个边就成了4变形。下面这个是糖三角的变形，再往下是柳叶包，然后是2个褶子比较多的饺子，然后是韭菜盒子缩小版，最后是太阳饺子。16种饺子来一张全家福。今年的春节照一张全家福不那么容易，过年回不了家的，祝你早日和家人团聚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